观之道为使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挚友小关，很高兴再次与大家见面。中医认为三焦不通是癌症发生的温床，这句绝不是危言耸听。为何说三焦不通畅容易患癌呢？主要有3点原因。一、三焦不通，代谢失常，毒素内蕴。癌症发生和体内的毒邪内蕴、排泄不畅有关系。中藏经就说到，附庸阳创种之所作，也皆五脏六腑蓄毒之不流则生矣。就是说，癌症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源于毒素的积累。癌细胞其实本身就是一种毒素，在中医系统里被称之为癌。那么毒素是怎么有机会慢慢聚集，最终一发不可收拾的呢？是因为排泄毒素的通道不畅了。这个通道恰恰就是三经，因为三经主水液代谢，水液代谢正常，毒素就不可能过多的在体内聚集。二、三焦不畅，阻恶气的运行，可以诱发肿瘤。有一部分癌症源于情绪的变化，外科正宗说，郁怒伤肝，思虑伤脾，忧思郁结，聚集成块。情绪的长期抑郁、苦闷会导致脏腑功能紊乱，诱发肿瘤。情绪失常的结果是什么？是气运行不畅。气在哪里运行？在三焦，所以我们的三焦就会因之不畅，故而三焦不畅阻恶气的运行，可以诱发肿瘤。三、三焦气滞则淤血内结，我们就会生癌症。有的肿瘤发病源于淤血淤结聚，南京本医说得好，积蓄也，沿血脉不行，蓄积而成病也。名医执掌说得好，若人之气循环周流，脉络清顺流通，焉有瘤之患也？周身畅通的血脉必然不会成为肿瘤发生的土壤。血液为何结聚？气能率血，气行不畅则血不畅。气在哪里运行？在三焦，所以三焦气滞则淤血内结，我们就会生癌症。还有正气不足也是肿瘤发生的原因之一。外症医案汇编指出，正气虚则成炎，老年人的肿瘤发病率直线上升，就和正气不足有关系。正气源于哪里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先天元气。先天元气通过三焦运行周身，支持脏腑之气的运转。因此三焦不畅则元气输布失常，脏腑之气不足，易生肿瘤。所以你看，癌症的发生归根结底和三焦不畅有关系。一辈子不生癌的人，三焦往往顺畅；生了癌经过治疗又复发的人，往往三焦重归于阻滞。而能够有效治疗癌症，实现5年以上生存甚至长寿的人，则是很好的畅通了三焦。那么什么是三焦呢？用中医理论知识来解析的话，三焦其实就是我们脏腑之间的缝隙，它包括上焦、下焦、中焦3大部分，主要的功能有2个，一个是运行我们身体里的气，我们的元气、宗气、卫气、脏腑之气就是以三焦为通道来进行运转、升降、出入的。第2个就是运行血液，我们一身的津液在体内不停地周转、运转、代谢，以三焦为通道。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三焦不畅呢？出现以下8种状况就要当心了。1、总觉得有压力，焦虑不安，暗暗紧张，心神苦闷。2、总觉得自己胸闷、腹胀，两肋发胀。3、总觉得自己头晕、迷糊，昏昏欲睡，血脂偏高。4、肥胖、超重，四肢乏力，不喜欢动，体能不好。5、身体局部出现规律性疼痛，比如胃痛、肝胆绞痛等。6、大便现色不畅，小便发黄，点滴不尽。7、身体局部经常出现浮肿，比如下肢、眼皮等。8、面部出现瘀斑，舌面出现瘀斑。那有上面这些状况，一定生癌症吗？当然不能这么说，我们只能认为这样的状态说明身体内环境不好，具备生癌症的土壤，我们可以改变它，有效防癌症。那如何才能打通三焦淤堵呢？不十分严重的淤堵，我们通过下面3个小方法就可疏通。如果严重的淤堵，就要借助三焦能量按导数来强力打通了。1、拍打法，三焦经从双手的无名指开始，手桡骨和尺骨的中线，手背的中线至肱骨的中线，
直到我们颈部肩胛骨的上缘，再到耳背沟后缘，上到我们眼睛眉毛眉尾末端位置。拍打三焦经时，我们站着或者坐着，手握成空拳，再用左手拍打右臂三焦经，从颈部肩胛骨上缘开始，往下沿着手背的肱骨中线、桡骨和尺骨中线拍打，一直下拍打到手腕处，力度以身体耐受为宜，有节奏的拍打，这样可以震动到三焦经，调理三焦经的作用。拍打三焦经要拍打8分钟以上才能有效。拍完右臂三焦经，再换右手拍左臂上的三焦经，也是拍打8分钟。拍打完三焦经之后，还不算完全疏通了三焦经，我们需要结合按揉阳池穴才算完整。2. 按揉阳池穴。三焦经的原穴是阳池穴，按揉这里3分钟，可以将身体的气血引到手上。每天各拍打三焦经8分钟，按揉阳池穴3分钟，只有这样才能最好的疏通手上的整条三焦经。如果你觉得拍打见效比较慢，还可以配合火焰掌来打通三焦经。为什么用火焰掌更快呢？因为火焰掌具有强大的热能，可以加快气血循环及清理淤堵。火焰掌拍打方法与拍打疏通三焦经类似，就是沿着三焦经从上往下用火焰掌拍打，从右边肩膀开始，沿着胳膊外侧的三焦经行走路线。不会火焰掌可采用艾灸操作。3. 双手托天理三焦。八段锦中的双手托天理三焦，它可有效梳理人体的三焦，顺畅全身的气血，加快各个脏腑的运化。具体的做法是直立，两手心朝上，两臂从体侧缓缓上举至头顶上方，手指相交叉，内旋翻掌朝上撑起，同时两脚跟尽量上提，仰头眼看手背，然后两掌外旋翻转，手心向下，曲肘松肩，分手垂臂，同时脚跟下落着地，还原成直立预备式。做这个动作需要注意，上撑动作要有托天之意。两手向上相交，插时吸气，翻拿上托时呼气，插手下降至头顶时吸气，分手下垂还原肘呼气，如此反复练习数遍。这个动作可以活动人体的上中下三焦，启人气血顺畅，妙用无穷，尤其适合工作繁忙的青年朋友们使用。此外，平时注意饮食要规律，多吃清淡的蔬菜、水果，少吃油腻、过咸，以免湿热过多影响脾胃活动。许多病痛潜伏在三焦经上，只要学会运用三焦经这个无言的神医，就会对养生祛病起到意想不到的功效。例如掐中主穴可以治小腿抽筋，掐支沟穴可以治胁痛岔气，掐腋门穴可以治口干咽痛。最后再来看一位网友分享的真实经历，他比较爱发脾气，情绪总是不稳定，并且一紧张就胸闷，平时语邻里，甚至老伴常有争吵，之后他就会莫名的胸闷憋气，厉害的时候胸口就像上了铁箍，喘息不得。经过西医多次体检也没查出一点毛病，都认为他是神经太紧张了。有一次他与别人一起玩麻将，旁边有人在给他支招的时候，无意间用拳头捶了他的胳膊一下，原本是无意之举，而且这个人的力量很轻，结果他却疼得不得了，捂着肩膀直叫疼。哎呦，你轻点，我这老胳膊老腿哪经得起您这样打。其实对方根本没用力，打牌的人也觉得他大惊小怪，不就轻敲了一下胳膊吗？哪至于这样？大家都知道他平时脾气不好，爱为小事生气，以为他这次还是如此，可看他又不像是故作姿态，感觉很奇怪。经络学大师肖主任认为他的三焦经上肯定隐藏着什么疾病，于是便暗里决定要给他治一治。于是肖主任在旁边用手突然按了按他的痛处，他疼得直咧嘴，准备转过身来就骂，可当他看清是肖主任时，愣了一愣，然后带着疑惑的表情问：肖主任，原来是您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您为什么要突然按我的胳膊？肖主任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而是问道：先别说这个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他高兴地说道：您一说还真是的，我刚才还胸闷得很，经你这一按倒是痛快多了。边说边自己按摩起被敲疼的那块肌肉，结果胸闷很快就完全消失了。
此时小主人注意观察了他的上臂被掐疼的地方，果然如他所料，是三焦经上的消落穴，胸闷是上焦气瘀导致的。从这则故事中，我们也能看出三焦经的神奇功效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，观友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给小关留言，喜欢小关的别忘记点击订阅哟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